大家好，我是杰奇，欢迎来到专利洞察。你知道吗？在数位相机还没普及的年代啊，有一种相机可以说是拍照界的魔法师哦。你按下快门，不用冲洗，不用等，照片立刻出来，还是热腾腾的哦。它就是宝丽来拍立得相机哦。当年这东西有多红，婚礼现场、派对、旅游，全世界的人都爱用，甚至有人把它当成社交神器哦。因为你不只是拍照，你是送出一份实体的回忆哦。那为什么这样的王者品牌最后会在2001年破产呢？故事要从它的护城河开始说起哦。时间拉回到1948年，那一年宝丽来的创办人艾德温·兰德做了一件让全世界摄影迷都震惊的事情哦。他在一场发表会上拿出一台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相机，按下快门，几分钟后，一张刚拍好的照片就这么从相机里吐出来，不用冲洗，不用等暗房，现场观众直接惊呼：“这是魔法吧？”这台相机背后的秘密啊，就是兰德一手研发并申请的核心专利——扩散转移技术。简单来说，他把显影和定影的化学反应全部封装在底片里。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药剂会自动在底片层之间流动，完成显影和定影，让照片在几分钟内显现出来。而且宝丽来不是只有一张王牌专利而已哦，兰德非常聪明，他懂得怎么盖城墙。核心技术先拿下专利，之后每一次改良，每一代的产品细节都申请新的专利去补强。从底片配方、药剂比例到相机机构、曝光控制，他把整个拍立得的生态链全部用专利锁死。这个专利组合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防护罩，整整20年几乎没有对手能够合法的进入这个市场。结果就是宝丽来一边靠高毛利的相机赚钱，一边靠专利保护驱逐潜在竞争者，市场份额牢牢握在手里。有专利的日子真好过，那正是宝丽来的黄金时代哦。那时候他们就像坐在一台印钞机上，相机一台接一台卖出去，底片的利润更是可观哦。因为你每拍一张就要用一张底片，等于客户买的相机还得一直回来加油。这种商业模式简直完美，稳稳赚着拍照税哦。市场上几乎没有对手敢正面挑战哦，因为一踏进来就会踩到宝丽来的专利地雷。就算你有钱有技术，也得先问问自己，我准备好打10年的官司了吗？柯达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哦。这家公司当时可是摄影界的另一位巨无霸哦，底片帝国的老大，实力和品牌响叮当哦。70年代他们觉得拍立得是个好生意，于是推出了自家版本的拍立得相机，准备跟宝丽来抢市场。结果呢，很快啊，宝丽来直接提告，专利诉讼一打就是9年哦。这9年里啊，双方在法庭上刀来剑往，专利文件、工程设计图、化学配方全都搬上台面。最后的结果，柯达败诉，被迫全面退出拍立得业务哦，还得赔宝丽来将近9亿美金。9亿啊，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这笔钱足以让一家公司元气大伤哦。这场官司的胜利啊，不只保住了宝丽来的市占率，更在业界传递了一个讯号，想挑战我们，请先准备好你的律师团哦。从那之后，几乎没有人敢硬闯他们的领地哦。可以说，那时候的宝丽来不只是技术霸主，更是法庭上的常胜军哦。他们的相机卖得好，专利打得赢，形象又独特哦。对消费者来说，宝丽来几乎就是拍立得的代名词哦。只要你说拍立得，脑中浮现的就是他们的 logo 和那个白边相片。这种品牌地位啊，完全是靠专利和胜仗堆出来的哦。当护城河再深，专利也有到期的一天哦。这就像一座城堡的城门啊，20年来都锁得死死的，突然有一天必须打开，外面的对手早就磨刀霍霍等着冲进来。90年代末，宝丽来的关键专利开始一个接一个到期哦，等于是把禁止入内的牌子撤下来，市场马上起了变化哦。富士早就看准时机，直接端出自家 Instax 系列冲进市场哦。更狠的是，他一上来就打平价牌哦，功能差不多，价格便宜一半，还推出色彩缤纷的机身设计，完全对准年轻族群的胃口。结果就是哦，原本排队买宝丽来的人，一转身就去买 Instax。你想啊，照片一样能拍，效果一样有趣，还能省下一大笔钱，谁不动心哦？更要命的是哦，宝丽来不只是要对付富士这个新对手，还要面对另一股毁灭性的巨浪哦，数位相机革命。那时候的消费者啊，开始迷上拍多少算多少的自由。记忆卡一张插好，拍满直接删，不用花钱买底片了。照片放进电脑，烧成光碟，甚至上传网络分享，速度比洗照片还快哦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拍立得马上拿到纸照片的魔力，开始显得不那么必要了哦。再不是最糟的哦，雪上加霜的是，宝丽来自己的财务状况早就千疮百孔了。多年来，他投资过不少新业务哦，比如 Polar Vision 即时播放系统，结果惨败收场，留下巨额亏损哦。再加上专利保护消失后，核心业务收入下降，现金流像被掐住喉咙一样越来越少。终于在2001年10月12日，宝丽来撑不下去了，宣布申请破产重整。一代相机王者就这样从拍照界的魔法师变成了时代的眼泪哦。对很多老粉丝来说啊，那一天不只是公司倒了，更像是一段青春的终结啊。所以宝丽来的没落不只是输给了竞争对手，更是被专利到期、数位革命和财务压力3重夹击哦。
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哦，靠专利筑起的城墙能保你20年。那如果你没在这段时间内成功转型，墙一倒，洪水就会涌进来哦。等等，破产之后啊，宝丽来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哦。虽然公司本体倒下，但宝丽来这块招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依然是摄影圈的金字招牌哦。毕竟它代表的不只是一台相机，而是一种文化符号。2001年破产重整后啊，宝丽来的资产被投资公司收购，品牌几经转手，就像一颗被拍卖场轮流传来传去的篮球哦。新东家们都想着同一件事情，这个牌子这么有情怀，能不能炸出一点新价值哦？于是宝丽来开始尝试各种转型，有人试过把它变成数位相机品牌，推出可以即时列印的数位拍立得；有人试着进军手机市场，甚至推出过联名宝丽来的智慧型手机。还有人干脆把它变成授权品牌，印在太阳眼镜、衣服、蓝牙喇叭上哦，来靠授权费赚钱。但这些尝试都没能真正重现当年的辉煌哦。直到2017年，一群荷兰的拍立得死忠粉丝买下了宝丽来的品牌权，才让它真正有了复古潮牌的味道。这群人原本就是用老宝丽来机器做底片的公司哦 ，Impossible Project。他们不只是保存技术，还想让拍立得再次成为潮流。他们的做法很聪明哦，不适合数位相机硬碰硬，而是回到品牌的情怀和独特体验。新款宝丽来 One Step 2延续经典外观，搭配现代化充电电池的改良底片，让你在拍照的瞬间啊，感受到那种等照片慢慢浮现的仪式感。再加上 Instagram 与怀旧风潮的推波助澜哦，宝丽来成功在年轻人中间找到了一个新定位，不是最方便，但一定是最有感觉的拍照方式哦。如今的宝丽来不再是市场霸主，而是一个小而美的潮流品牌哦。它卖的不只是相机的底片，更是一种慢下来感受瞬间的生活态度哦。虽然它回不到当年那种拍照界王者的地位哦，但它在另一条路上找回了自己的存在感。你还记得第一次拿到拍立得相片时，盯着那个白底，等影像一点一点浮现的那份期待与惊喜吗？留言告诉我。下一集我来聊聊柯达，虽然手握关键专利哦，却没跟上数位时代，结果从底片王国一路走上没落哦。我是杰奇，解析专利带你秒懂创意。谢谢你看到最后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